大家好，我是龚明敏，又见面了。之前我们有过上帝视角看 GPU 系列，从各个层面讲了 GPU 软硬件是如何工作的。这一期算是一个补充，应观众要求进一步讲讲虚拟 GPU 的事情。一般提到虚拟 GPU 的时候，都只是个狭义的定义，这里打算扩展一下，讲讲广义的虚拟 GPU 技术。但之前说过，每个技术都不能光讲技术本身，而要从需求开始，否则就是有了锤子到处找钉子。本期会涉及到多种虚拟 GPU 的方法，每一种也都会有自己的应用场合。首先复习一下 GPU 的软硬件。从简化的分层来看，最上层是应用，它调用 API 来到驱动，最后到达 GPU 硬件。至于虚拟 GPU， 当然也是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完成，所以这还是个切一刀的问题，需要根据需求切在不同的地方。第一个也是最古老的需求，来自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游戏机模拟器。古老的 NES 模拟器就需要模拟出 PPU 这个图像处理器，从指令集的层面上做到尽可能一致的行为，也就是用纯软件模拟的硬件用来生成图像。对于封闭架构的游戏机平台来说，第三方往往得在硬件层面进行模拟，因为整个软件占很薄，而且包含在游戏的 ROM 里，外界无从知晓细节，没法从中间切开。而开放架构的模拟器就不必到那么底层，在开放的地方切就行了。比如 Android 的模拟器就只需要在驱动层面进行模拟。又因 Android 里图形 API 和图形驱动层是合一的，所以这相当于 API 层的模拟。把虚拟机里 App 和系统的图形 API 调用转到 Host 执行，而 Host 可以是其他系统、其他 API。另一个典型就是 Windows 里的 Hyper-V 虚拟机，这个简单一些。Host 和 VM 里的系统和 API 一样，虚拟 GPU 在驱动层进行模拟。在 VM 里的应用来看，这就是个普通的 GPU， 而虚拟 GPU 的驱动把数据流发给 Host 的服务，服务再调用 Host 的 API 在真的 GPU 上执行。它们都是用一个 GPU 模拟出另一个 GPU。第二个需求是为了更高的渲染速度。由于图形渲染本质上有着天生的并行性，很容易可以对渲染区域做一些划分，分配到不同的 GPU 上执行。这就有了 NVIDIA 的 SLI 和 AMD 的 Crossfire 这样的技术。他们在硬件和驱动上做了分配的工作，把多个 GPU 虚拟成一个超强的 GPU 来使用，要么把一帧的不同部分分配给不同的 GPU， 同时渲染，让一帧渲染的速度翻倍，要么奇数帧在一个 GPU 上渲染，偶数帧在另一个，同时渲染两帧。在硬件上 SLI 需要一个连接片，让两个 GPU 互相传送指令和数据。在驱动层需要做一定的任务分配。再往上的 API 和应用层并不需要考虑这件事情的存在，当做一个 GPU 用就是了。除了在一帧之内的划分以及帧间的划分之外，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对一条流水线的不同阶段划分。现代的实时渲染几乎都有 3D 渲染和后处理两步，后处理的输入和输出都是 2D 图像，计算量也没那么大。比如在游戏设置里经常可以看到的 HDR Tone Mapping、AA， 这些都是后处理做的。在第 3D12 Vulkan 时代，多个 GPU 可以通过映射显存，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访问，这就使得可以在应用层手工进行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多 GPU 混合渲染，更加灵活。如果显示器是接在集成显卡上，那么集成显卡只是渲染和输出设备，独立显卡只是渲染设备。即便切换成独立显卡来渲染，最后也要经过集成显卡进行输出。如果这里用上了多 GPU 混合渲染，就能在独立显卡上进行渲染，得到的图片映射给集成显卡，集成显卡接着做后处理的步骤，最后输出给显示器。与此同时，独立显卡已经开始渲染下一帧了，这样性能略优于只用独立显卡的。对于负荷不重的任务，也可以直接在集成显卡上进行，降低功耗。第三个需求也和任务划分有关，却是来自于方便计算任务的开发。不同的 GPU 结构有所不同，要发挥出最大效率，往往需要设置不同的参数。要是针对每一款 GPU 都单独做这些细节调整，开发会变得旷日持久。所以这种虚拟 GPU 的方法，就是通过编译器和库进行抽象，在应用层把 GPU 的细节隐藏起来，甚至把有几个 GPU 也隐藏起来。
用户只管组织一个大任务，由编译器和库把它自动拆分，送去 GPU。机器学习领域常用的 PyTorch 和 TensorFlow 就是代表，把数据存成 Tensor 的形式，在库里面实现好 Tensor 的各种操作。开发的时候只要使用 Tensor 就可以了，不需要考虑 Tensor 的计算具体是如何映射到哪个 GPU 的哪个线程的。更进一步，这样通过抽象来虚拟 GPU 的方式，还能把多个 GPU 和 CPU 都统一到同样的接口上，这就更加通用了，甚至可以把任务同时分配给 CPU 和 GPU， 异构执行。第四个需求是现阶段很常见的情况，那就是 GPU 共享。这种时候需要把一个 GPU 映射成多个，给不同的用户使用。在每个用户看来，自己都是独占使用这个 GPU 的，这就是狭义的虚拟 GPU。每个用户不会总是占着100%的 GPU， 所以通过共享就提高了利用率，降低成本。通过在云上提供 GPU 服务，现在很多计算都是在那上面跑的，用户并不需要知道自己的程序具体在哪个 GPU 上跑，又跟谁共享了。GPU 的计算资源成了像水和电一样，根据使用量计费的东西。这种虚拟一般需要在驱动层做，把虚拟机的 GPU 调用转到 host 的物理 GPU。原理上看，这其实和前面提到的 Hyper-V 的虚拟 GPU 很像，不同的是，这里的需求是支持多个虚拟机，对效率要求较高，所以 host 端是直接接入驱动的。另外，多个虚拟 GPU 之间有隔离的要求，深入来说，在驱动层会给每个用户绘画建立一个 context， 每个 context 只能访问自己的资源，这样多个 context 就能共享一个硬件，又不能互相访问。但这样隔离程度有时候还不够，比如常见的是一个虚拟 GPU 刚释放的显存，内容没清掉，就又被分配给了另一个虚拟 GPU， 也就是会被另一个用户访问到。现在有的 GPU 有额外的防护，在硬件层做隔离，通过类似于 CPU 上常用的页表和进程权限控制，即便显存指针越界，也不会访问到其他虚拟 GPU 的空间。这几种不同类型的 GPU 虚拟方式并不具有排他性，它们经常是叠加来使用的，其中最常见的是4和3的叠加。先把一个 GPU 模拟成多个，又在模拟出来的一个上跑机器学习的任务。这就是当前云 GPU 服务大部分时候在做的事情。云游戏则可以看作4合1的叠加，把一个 GPU 模拟成多个用于渲染的 GPU， 每一个可能模拟成了不同型号的 GPU。这就是几种常见的虚拟 GPU 分类。下一期来看看不一样的主题，欢迎继续收看，再见。